你们自己在走路的时候啊，我常讲利用走路去练啊，利用走路去练，就是这个收这个脚底跟小腿，让你这个腿抬起来快。当然，你平常在马路上走，可以不要那么明显，动作那么大，可是去练这个力量，去练这个力量啊。反正现在的社会，你做什么奇怪动作也不太会让人惊奇啊，所以去练习这个弹。那这个当我们要往前的时候，当我们弹起来要往前，当然有一个条件，就你收这个腿的时候啊，你的前腿它不可以往前顶，它必须稳在那边，它要稳在那边，你不可以这样子。前腿不可以往前顶，晓得吗？前腿要稳定，所以你这边你的前腿它要有一个往内合的力量，所以这两条腿其实在走的时候啊，它都在往中央合，它在往中央合，它才可以有这样的力，晓得吗？这两个腿你看它是这样子的，它是这样起来的，那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听不懂？所以利用走路啊，用走路去练习，这个东西比较吃功夫啊，比较吃功夫。那你这个练熟了，练成你的腿的能力的时候，你再轻松走，它才合理。因为你轻松走，这个里面就有这个力量就对了。啊，不可以一开始就轻松走，你一开始轻松走就变成这样走了，就成为这样走了。啊，好，有问题吗？嗯。我是请问这个这样腿在收的时候啊，有弱化吗？啊？有弱吗？什么地方有弱？胯这样往里抽的时候有弱吗？什么胯弱？左边。他说两边都要有一个往下的力量，它才会收。没有啊，它是往上啊，怎么会往下呢？它是往上啊，就你怎么保持它平衡？也就是说，你的骨盆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们那时候我这边一抽腿，它歪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怎么去保持到你抽腿，它还是保持你的骨盆是保持到平衡的，听不懂？啊？所以它是往里面走。你不要去想那么细，你想那么细你就疯掉了，因为它牵涉的身体部位太多。我就跟你讲，你去保持到骨盆平衡。所以跟你讲走掌的时候，他就给你一个标准，手不要晃，手不要跳。那我怎么样能让手不晃手不跳？你说我的胯要怎么样，膝要怎么样，腰又怎么样，手要怎么样？那你不是疯掉了吗？不是，你就是以这个，你做到这个，它就对了，听不懂？所以练拳它是常常给你一个什么？给你一个你自己的一个，它 check 你的一个标准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以前告诉你们嘛，学萨克斯风嘛。萨克斯风在那边学啵发音嘛，老师在书房在外面，他啵，他听到你的声音，对了，这个就对，他不管你怎么做的，你这个声音对了，表示你做对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如果深入去研究，我的喉咙应该怎么样，嘴唇应该怎么样，嘴巴应该怎么样，哪个肌肉应该怎么样，你完蛋了，是不是？我就去看了很多这个啊，教这个的很多啊，教这个的，就是你的过程应该怎么样，那越弄越很细。他们说的对还错？对，他们说的对，可是你不能那样去学。你慢慢你那个啵，你慢慢吹出来了，你的身体，你慢慢你就往那个方向去了。这也是一样嘛，你保持到它不要动嘛，
你走不对，它一定是这样子啊。那我怎么样能够保持它不动呢？你说我压着它不要动，那也不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自己去调整，你去调整你自己，因为我们有几个地方嘛，我们的腰、我们的胯、我们的膝盖，它都是cushion 啊，是不是？它都是那些东西嘛。那你说这几个地方你要怎么配合，它才不会动？它是一种配合，它不是单一的。你说你的胯怎么样，它就不会动；膝怎么样就不会动，不是的。听不懂？哎，哦，还有问题吗？有一个问题。哎。When I step，其实这里多少这里 ，how much weight in each leg？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，in the beginning, you put here, okay, like a 弓步 ，like a 弓步 ，then pull, it's hold here, right? Okay. It's hold here, okay? Pull here. Yeah, and change the 弓步 right? Yeah. Pull. 都 Keep the back straight. Yeah. 在走的时候啊，这个后脚啊，在走的时候啊，这个如果你是走弓步的，后脚一定要踩死 ，put the whole feet down， 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平起平落嘛，拔起来是这样拔。当你一做成这个的时候，你看它是不是到膝盖了？变成你这条腿的动作是这样子的，你这条腿的动作是这样子的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怎么拔？你要这样子，它才能够，你看这样它才能够起来嘛，而不是这样子，而不是这样起来。当你一做这个错了， Okay. 这样懂吗 Always. ？Always yes, and pull up. No, no. Flat. Back. 所以要从这边拔，要从这里拔。你 must pull up from here. Yeah. 所以你的整条腿，比方讲这样子，我在这边，你的整条腿，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整条腿拔起来？整条腿拔起来，这个不要往前哦，整条腿拔起来，这个力量，你看，拔起来，行吗？拔起来，不要往前推，就是在这边拔起来，平的，试试看 ，See? Pull up from the whole leg. No. See? Okay, try that. Just. 所以我说脚步的变化要从点到点。Listen, all steps from one point to the other.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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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这个点。See? 点到点 ，no line. 没有这个，不会拖。除非你要拖，你有目的的拖，这样不懂？战术性的拖可以，可是你要动你的步是，它一定是从这个点到这个点，它一定是点到点，它不可以这样子，这就是废腿。这个腿它是一个重量往下了 ，This is a burden。这个腿它有一个。变成
这个腿没有功能，不但没有功能，它的重量还会拖累你，所以不行的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点到这个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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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那个点，谁点到点？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你不可以这样子。晓得吗？这是灵活度。那你的步伐的变化，要是这样的变化，步伐的变化不可以要这样，不可以这样子变的，不可以这样子，不可以这样子，不可以这样子，这样不行的。听不懂？啊，我要变，我一个步要变，啪，在这边变，在这边变，点到点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原地这样不行，不行为什么？啊常见的啊！为什么原地这样不行？因为它还是一样嘛，它还是一样，它在原地。第一个，它在那边原地，它变成你的一个重量，因为你没有提起它，晓得吗？第二个是这种运动，当我们在做这种运动的时候，它是不稳定的，听不懂？桩还在啊？原地的话桩还在，桩没在啊。原地因为你本来是，比方讲，我本来是这样子的，我要变弓步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这样子的，我要变弓步的时候呢，我变成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做甩手不是在原地吗？那是你们偷懒呐、那我不知道。我跟你们讲要用胯啊，你们在原地你是要这样子走啊，要这样走啊，每次都要拿起来。不是都对，你都要提起来，你是这样，它才是一步一步嘛。听不懂？我才是从这个桩到这个桩嘛。我是抽了一个。啊？这每一次都要拿起来。每一次都拿起来。所以你的每一个步，比方你的进退，它是从这个点到这个点，啪到这边，啪到这边，啪到这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不可以这样子啊！你不可以这样子啊！你不可以这样子啊！所以我说你这个横的是这个点到这个点出来。这个点到这个点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啊！晓得吗？真正讲中国武术很讲究的。好了，他们底下要上课了，没问题了吧？还有一个，我要把这个腿的时候，现在它有固定的重量。我把的时候，那个重量只能减少，不能增加，不能一下压一下再起来。当然不行啊！什么？你所以我比如说我走的时候，一点点这个腿的力量都不行，我只能收。对啊，收啊！不能下，你不能跪，不是跪，我说不行嘛！你那个，你整个架构在晃啊！所以我只能减少它的重量。减少什么？就是说，我推起来的时候，比如说它现在是100的重量，99是或者是50、30，重量不会变啊！重量怎么会变？就是说我不能这样子，当然不能啊！当然不能啊！拿起来就是拿起来，不能用推的起来啊。可是我说弹起来是什么？弹起来也是从这个地方一抽，你的脚底啪啪，它不是这个，它不是这个，它是这个，它是这个，直接这个，听不懂？啊？还有问题吗？没了，好，去练习吧，下礼拜见，啊。所以这个是吸，不是对，那你这一瞬间，它是不是浪费了一个力量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看他提到这个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往后，他变成这样子了嘛？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力量再把它拉回来？这可能是慢动作。然后这一个人是对，慢动作看得更清楚啊。他是现在那个世界纪录保持人。那我不管这个了，那他可能条件他腿长啊，他腿有力啊，对，可能他腿长，他腿有力啊，
因为他们这个190几，因为他们这个它是百米嘛，对，这100米。是吧？对呀、我觉得啦，他如果能稍微修正一下他上身的那个重心姿态的话，跟我们讲那个抽腿髋关节的那个力量的话，他还可以跑得更快。啊，哎哦，所以他们已经是往上。啊，哦，那我知道。你知道，因为他们是用同一个理论去应练嘛。啊，那当然谁的条件好谁赢嘛。对，他们会去分析最好的，然后去可能朝那个方向。对呀、对呀、是不是？哎，老师，那您刚说就是抽上来的时候要用那个向前的力量再往前。那对，刚走掌的时候可能是你如果刻意做的话，是不是会有一个样子？不会，不会，因为你只抽胯，你不要用其他的地方去搬你的哦，身体会有那个对，就像我这手，我这样子，我就是这样子嘛，啊，我就是这样子嘛，我不会做出这个嘛，这样懂吗？所以要分开用，要分得很清楚，哎，啊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啊，刚刚有提到那个架构的问题，对，就是因为您之前有说过，就是比如说靠那个以前的人可以靠墙壁，然后把这一只脚跟。据说孙禄堂可以，那他这样子应该是不在那个正常的结构或架构里面，因为毕竟他那当然不正常啊，但是他的表示他的结构很强啊，好，所以那个也是在表示他的结构强嘛结构。强，但是不是很就像做特技，你把一个椅子4条腿的，你把它侧过来放，变成两条腿，啊2条腿它还能 hold 得住可是老师那个看起来是平衡啊，啊那，个是平衡，它一样是平衡啊。可是它能够 hold 得住的原因是什么？它那个是就是静态的，可是你说孙路长那个对也是靠身体的力量去维持的，它也是变成一个静态嘛。但但是它椅子它那样子，它能够平衡住的条件是什么？应该是就是它结构的强度要够啊，对啊，一个结构，然后是重量，是吧？不同的那个保值对平衡嘛，是不是？类似啦，哎，啊，所以它要展示的是什么？要展示的就是它的内劲很强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哎，刚说那个刚那个谁那种弓步，你都这样子推，靠后脚去推，跟比如说你这只脚蹬拉，你之前有说过，叫我们自己这样，这只脚往后拉，这只脚往前拉。对，我不知道我这样做的理由，就是如果我这样试的话，那个力量，因为是后蹬，所以那个力量是斜上，然后再透过肩膀那边一个断点，然后再到肩膀，所以那个这边就有一个变。斜不斜上看你的上面的结构，对啊，有时候跟你的腰是这样对你的腰这个样子的话就变了嘛，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的腰下来，你的胸往前落，你后面的力量就变成这样子了。对。但是如果再加上，就是您之前跟我们说，就是这只脚往后拉，这只脚往前，延伸裆，就是这边往这样子拉，延伸裆，对比较像是整个面往前推，那这个推上来是就是那个力量往单一方向这样子，不知道这样子。对呀。那我们现在是把它分开练嘛，听不懂？我们现在是分开练，可是你真正在推的时候，你全都要用啊。你说全都要是前后往前拉，那个力量要这些力量全都要用，你甚至肩胛骨的力量啊，对啊，肩胛骨的力量也需要，腰上的力量也需要用上，那每一段筋的力量全都要用。在家拿那个门框的那个木头那个，这样子推就是用那个后推是那个推不动，但如果用这样子推，对，加上因为如果用这个前后当拉在推的时候，这边自然就会对那个就也不是说特别用力，它自然把它对接起来的。然后你再刻意的去把它再撑起来，它就变成更强。就是它被动的撑起来是一个力量嘛，那你如果能再主动的撑起来，
我们是说前后裆拉开之后，那个感觉可是你在腰上面、肩胛骨上面这些地方、腿上面，对，在自己在你自己再增加一点主动的撑拔力，哎，这样不懂？那相扑的应该也是那个地方，看他们连脖子都推不动，看他们两个人在打的时候会光他们那个体量就很大了，你就很难弄。光这样子推下巴就被推走，他们可以对啊，八级，然后对啊是不动，对呀，整个架构都在那边。对呀，对呀。我知道，拜托，他们那个职业人啊，每天专搞那个事儿。他们平常练习的就是两个人这样子互推，对每天就是这样互推。对，跟现在的推手一样嘛，就是他固定在一个范围内、一个规则下去练出来那个游戏里面他需要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当然会练得很强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你是 one function 嘛，哦。